这位母亲听到孩子的哭声，便着急起身去看孩子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摔倒在浴室，整个人倒在了血泊中。而她其实是个保姆，女主人看到了自家保姆滑倒在浴室，却并未施救，反而命人将她抬到后花园活埋。虽然努力挣扎，但却无人理会。从此，这座豪宅便闹起了鬼，你敢信吗？事情的真相是什么？这还得从头说起。故事发生在郊外一幢别墅中，夫人和老爷是一对成功夫妻，生有一个女儿小美，是世人羡慕的模范夫妻。家里还有3个佣人，负责开车的车叔，负责做饭的范姐，负责管家的管姐。原本还有一个负责打扫卫生、照顾小美的女佣，可却由于一些事，使她辞了职。据那名女佣描述，每次看到小美旁边的猴子，就让她不寒而栗，以至于经常感觉猴子在自己身边。因此向夫人辞了职，夫人只能让车叔重新寻找女佣。晚上安抚小美睡觉时，她问妈妈：“女佣说的鬼魂是真的吗？”妈妈告诉小美，世界上是没有鬼魂的，可小美非要说她见过。于是夫妻2人找来医生，医生诊断后得出小美患了额颞叶失智症，这是一种遗传性的脑部失调疾病。小孩子得这种病一般都是遗传，可夫妻2人家族史都没有这种病，不禁让人奇怪。而不久，车叔成功又找来一个女佣，她叫小乔。管家管姐带小乔四处看了看，嘱咐她少看少听多做事，也不要到处乱跑。小乔忙答应下来。一天午后，小乔哄小美睡着后，一转身仿佛看到墙角站着谁，当他回过头时又空无一人。晚上洗澡时，小乔在镜子里又发现那个鬼影。当问小美时，小美说她也看得到。这一刻，小乔的心中好像确定了什么，他没有听从管家的话，而是在豪宅中摸索起来，寻找那个影子的蛛丝马迹。终于让他在书架中找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女佣就是他看到的鬼影。此时鬼影再次出现，小乔慌忙逃跑，一转头却看到小美站在门口，下一秒小乔忙去开门，谁知小美已站到了身后。那只小美便去见了夫人，她和夫人说她看到屋里还有一个女人，小美也跟着附和。小乔说那个女人很像这张照片里的女人，说着将照片给夫人看，称她是在图书馆打扫卫生捡的。夫人表面淡定地说这个女人无足轻重，是曾经在这干过的女佣，随后便让小乔离开。小乔进入豪宅当女佣，却被豪宅里的怨灵缠身，于是他决定调查此事。他问起管姐和范姐，可2人对照片上女人的事全都闭口不谈，只有司机车叔愿意说上2句。他说夫人和老爷2人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和谐，老爷经常不在家，对夫人也很冷淡。他说女人曾是很久以前夫人雇来的女佣，名叫大乔。大乔对夫人精心照顾，时间久了，夫人渐渐忘记了伤心事，将大乔当成了最好的闺蜜。但后来大乔就走了，不辞而别。说完哮喘就犯了，拿出喷镜使劲喷着，显然有重要的情节隐瞒了。晚上小乔就问小美，你上次看到的那人影是谁？小美果然说是大乔。他又问大乔现在在哪？小美看向旁边，小乔一转头，突然他将小乔带到了异世界，在这里，小乔看到了事情的全部真相。原来她们俩是亲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可由于家境贫寒，两姐妹被迫分离。大乔正是坐上了车叔的车来做女佣，再后来，大乔便渺无音讯，自己如今作为女佣，正是来调查姐姐的下落的。在异世界，小乔看到大乔为了改变命运，和老爷2人偷情，后来不久便怀孕了。老爷听完很是惊喜，原来夫人不能生育，而老爷还要仰仗夫人家族的势力，所以也不敢离婚。但这次，老爷还是决定将大乔怀孕的事告诉夫人，他觉得这是好事，这样他们就能有孩子了。没想到夫人听完却很淡定，因为他们偷情的当晚，夫人就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，只不过她隐忍了。如今大乔生了个女儿，3人倒也相安无事。直到有一天，大乔将孩子放床上，他去浴室打扫卫生，听到孩子哭喊声便着急起身，谁知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摔倒在血泊中。看着这一幕，小乔心如刀绞，而夫人看到了这一幕，竟放弃施救，直接关上了门。后来他命人将大乔的尸体埋在了后院土里，在埋的那一刻，小乔看见大乔还没有死，然而就这样被他们活埋了。老爷看到还活着的大乔，于是看向夫人，夫人抱着孩子无动于衷。大乔带着怨恨死去，成为家中怨灵。小乔这一刻眼神凌厉起来，他决定开始复仇。这个男人被面前的女佣吸引，他走上前想勾引女佣，结果被女佣疯狂刺了18刀。男人的老婆出现，这个变态的女人正是小乔。原来小乔和小美一样患了额颞叶失智症，这是他们家族的遗传病，非常容易暴露、淡漠、行为异常。他通过与大乔的怨灵接触，得知姐姐的死亡真相，于是他决定复仇。正巧不久，别墅准备举行一场宴会，来庆祝夫人的生日，到时候将会有很多达官贵人出席。夫人和老爷盛装出席，还准备了烟花。小乔坐在车叔的车上，在车叔哮喘发作的时候，拿起塑料袋套在了车叔的头上。在管姐来找车叔时，还以为车叔在睡觉，可摸了一下才发现不对劲，然而已经晚了。他一转身就碰到了小乔，最后直接饮恨西北。然后在后厨帮忙时，他突然对着范姐来一句，你之前不是说对大乔一无所知吗？范姐给这句话问懵了，随后就被小乔绑了起来，由小乔将美酒端上了桌，疯狂让所有宾客畅饮。回到厨房，他穿上雨衣，直接放弃 DJ， 在范姐面前跳起了舞，随后拿起一把刀。
他又换了一把刀。连变态都觉得这很变态吧？小乔擦完血迹又走了出去，恰好老爷上楼去打电话，夫人让小乔顾好宴会，自己也上楼去了。而很快，宴会上的宾客们全都不舒服起来，小乔趁机在人群中疯狂照顾宾客。由于音乐声略大，夫人竟一时分不清是什么声音，而小美早已被小乔戴上耳机，自然也是听不见。很快结束杀戮，小乔找到了夫人，夫人却猜到了，转身问你是大乔的妹妹吧？原来小乔小时候给姐姐写过信，夫人都是知道的。而此时酒毒发作，夫人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死死掐住小乔的脖子。恍惚中，夫人好像听到了大乔的声音，愣了一下，随后便被小乔反杀。另一边的老爷也酒毒发作，他踉跄的下了楼，发现地上满是尸体，后花园处大火燃烧，他好像看到大乔直接走来，一刀插进了男人的肚子。小乔像疯了般狂刺，最终结束了这段复仇。然后他找到小美，他决定带小美离开这个地方。